苏妍的前女友得了绝症，希望最后一段日子我老公可以陪伴着她。我不同意，苏妍说我没有同情心。2个月后，绝症前女友被他照顾怀孕了，老公和婆婆激动不已，一起泼我。你自己不愿意生，现在有人替你受罪，你无痛得到一个孩子，还有什么不知足？小玉拼死都要为我生下孩子，可你为了赚那些身外之物，竟想让我们苏家绝后。终于搞定手头一个大项目，有了2天短暂的休息日，我准备带老公和婆婆出去改善下伙食。刚走出家门，严哥一道女声传来，我们3个一起疑惑地看过去。一个个子不高，身子单薄，长相清秀的女人，柔柔弱弱地站在路边。小玉，我的老公苏妍松开牵着我的手，向女人走去。你怎么在这？女人见到苏妍，眼泪突然如断了线的珠子般流个不停，一双水润的眸子可怜巴巴地看着苏妍。苏妍顿时手忙脚乱起来，想要伸手，却又顾忌着我在旁边，焦急道：你别哭啊，发生什么事了吗？女人抽噎着。我了半天也没说出来到底怎么了。我性子急，忍不住疑惑地开口问道：这位是？那边2人没理我，婆婆的神色有些尴尬，开口解释道：是小妍过去的同学，我看着不像，将疑惑的目光投向苏妍，可苏妍此刻注意力都在梨花带雨的女人身上。我有些不高兴，婆婆见状连忙上前一步，将苏妍拉了回来，而后看向女人开口道：小玉姑娘，你怎么在这？小妍已经结婚了，你找她有什么事吗？女人低下头，小声道：我好像得了绝症，我实在不知道该找谁了。什么？苏妍震惊地走上前去，婆婆也沉默了。虽然我也有些惊讶同情她，可我还是不明白她为什么要来找我老公。于是我放柔声音，轻声问道：你的家人呢？话落，苏妍却转头瞪了我一眼，不悦道：小玉她已经这么惨了，你一定要在这时候戳她痛处吗？我没有家人。女人低着头，咬着唇，眼泪流得更加汹涌，好似我欺负了她一般。我皱眉，但还是开口道：对不起，我没有别的意思。女人摇摇头，看向我的老公，眼中满是祈求道：严哥，我害怕，你可不可以陪我去取一下报告单？苏妍下意识看向我，触碰到我眼底的神色后，犹豫1秒，转头看向女人时，还是轻声开口：好，你别怕，我陪你去一趟。说完没再理会我，上我的车，载着女人离开。我虽然心里不高兴，但想到人都绝症没几日活了，又没有什么家人，只是陪她去一下医院，我呼出一口气，压下不快，转头看向婆婆开口道：妈，我俩还去吃饭吗？婆婆讪讪道：那就算了吧，改日再去。我和婆婆折返回家，路上我疑惑问道：她那同学叫什么名字？孙涵玉。妈似乎和她很熟。婆婆闻言犹豫道：他们坐过同桌，听小妍提起过几次。哦，怪不得要找苏妍。我和婆婆随便吃了一口，在家中一直等到天黑，都要吃晚饭了，苏妍还没回来。只是取个报告，要这么久？我有些不耐地拿起手机，拨通苏妍的电话。苏妍接电话时已经不见白日里的焦躁，声音恢复往日的温柔，耐心和我解释有点事耽搁了，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夜里，婆婆睡下后，苏妍一脸严肃地将我拉到书房。说来好笑，我俩刚在一块时工资差不多，一起努力一起打拼，当时日子虽然过得清贫，但很幸福。可后来机缘巧合下，我的一个方案得到领导赏识，从此我的职场生涯开挂般一路高升。后来他的那点工资实在不够看的，干脆就辞去了工作，没事养养鱼，画点画打发时间。我买这套房子时，苏妍固执的要一间属于他的书房，说是搞创作，其实他画那东西，就根本不是那块料。考虑到他男人的尊严，我满足了他的要求，而且他挂在网上那些破画，都是我叫助理悄悄买下的。我看着此刻神色纠结的苏妍，什么事？说吧。苏妍斟酌半晌，试探开口道：那个孙涵玉确诊了癌症晚期，你知道吧？听到又是他的事情，我心中不快。所以
医生说他活不多久了，让他余下的时间按照自己的心意，想做什么就做些什么。我看着苏妍的神色，明白恐怕是这个方寒玉有什么请求，于是问道：那他想做什么？苏妍抿了抿唇，不敢看我的眼睛，低声道：他想我可以陪他走完人生最后这段路。我一时不明白，为什么他快死了要别人的老公去陪着？话落，苏妍震惊地抬头，用一种陌生的眼神看着我，痛心疾首道：你怎么这样说话？你过去最是善良心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冷漠了？面对苏妍的质问，我十分不理解。我们和他非亲非故的，世界上有那么多可怜人，你每一个都要去帮吗？苏妍顿了一下，坦白道：她是我前女友，我们曾经在一起3年，是和平分手，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一个人孤零零地死去，怪不得。我思考几秒，然后开口建议道：不如我出钱帮她雇个阿姨，或者送她去。我话还没说完，苏妍拍桌而起，怒道：钱，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吗？钱能买来关怀吗？话落，苏妍摔门而去。当天我俩不欢而散，苏妍睡在了空置的客房。第2日，我照常去上班，临时接到消息需要出差。我的工作经常需要出差，这几年在家的时间还没有出差久。我回家时，苏妍不在，婆婆体贴地帮我一块收拾行李。临时项目需要出差，孙寒玉的事情等我回来再商谈。我发了消息给苏妍后，便拎着行李走了。只是没想到这次的客户很难搞，中间还出了点意外事故。这趟出差近2个月才将项目差不多搞定。期间，苏妍经常会打来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对我关怀备至。我以为她冷静下来，也觉得孙寒玉的要求有些离谱，已经打消念头了。我俩也就默契的都没再提孙寒玉的事情。我告诉他1周后回去，可项目收尾很顺利，提前了3天结束。我跟着领导回到公司，直接去参加了庆功宴，一时忘了告诉苏妍我回来的消息。庆功宴结束时，我照例扶着喝醉的领导，准备先送他回家休息。没想到取车的间隙，他一个没站稳，跌坐在地，手掌压在了一块玻璃碎片上。我无奈，只得先带他去医院包扎伤口。领导哪里都好，就是嗜酒如命。帮领导处理伤口的医生似乎和他很熟，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一副金丝眼镜挂在高挺的鼻梁上，一身的禁欲气息，面色凶巴巴的，手上动作却十分轻柔。领导面对他有些怂，小声对我道：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喝多了。我翻了个白眼，不信，这话我都听800来遍了，每次醒酒后他都这么说。这次是真的，我要是再喝多，就罚我报寿时间好了。我无语转身离开，将空间留给2人，拿着单子去缴费。回来时，意外看到2道熟悉的人影，我瞬间躲进墙角，悄悄探出头看去。你在这鬼鬼祟祟干什么呢？领导突然出现在我身后，吓我一跳。我连忙伸手捂住他的嘴。嘘，我伸手指了指，示意他看那边。他探头出去看了一眼，而后震惊地瞪大双眼，压低声音小声道：我去，那不是你老公吗？那女的谁呀？我摇了摇头。领导拉着我走，跟上去看看。我俩一路偷偷摸摸地跟着那2人，居然走到了妇产科。这下我也疑惑了，刚看到苏妍和孙寒玉，我只是气愤，心中满是失望。他果然趁我不在，偷偷地陪前女友。直到我的老公和他前女友离开，诊室内走出一位年轻的医生助理，领导连忙拉着我走上前去。不好意思，我妹妹说她身份证刚刚落在了这里。小助理没有怀疑，转身进去帮忙找了找，然后出来道：没有呀，是不是掉在别处了？啊，那可能是，我们再去别处找找。那个我妹妹的身体还好吗？小助理没有多想，直言道：放心，李医生说目前没有问题，定期来做产检就好。小助理走后，领导同情地看向我道：那女的怀孕了，该不会是你老公的孩子吧？我沉默，领导拍了拍我的肩膀，语重心长道：小慧呀，要我说你那废物老公赶快踢了吧。我勉强笑了笑。和领导分开后，我直接回了家。苏妍此时还没有回来。婆婆见到我吓了一跳：
你怎么回来了？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后，连忙调整语气道：累了吧？你先坐，妈去给你做晚饭。我看着婆婆开口问道：妈，苏妍呢？婆婆笑着道：啊，我叫她去给你舅舅送点东西，马上就回来了。苏妍的舅舅一个人住得离我们不远，婆婆很照顾这个弟弟，经常会叫苏妍送东西过去。若不是今天在医院见到苏妍，我还真就信了。我点点头没说话，婆婆拿着电话去了厨房。饭还没好，苏妍便赶了回来。我看着满头大汗的苏妍，开口问道：东西送去了？苏妍点点头，笑道：老婆，你回来了。早知道我就先不去给舅舅送东西了，都没能迎接你，显然已经和婆婆通过气儿了。我不确定方寒玉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她的，于是我决定炸她一下。吃饭时，3个人各怀心思，都沉默着没说话。我咽下最后一口饭，放下筷子，突然开口：方寒玉怀了你的孩子，你打算怎么处理？苏妍吓了一跳，手中的筷子掉落，震惊地看向我，但没第一时间否认我的话。以我对她多年的了解，我心中一凉。什么？婆婆震惊地站起身，她想要孙子已经很久了。从前我工作忙，又负责赚钱养家，她也不敢催得太紧。现在突然知道自己有孙子了，哪里能坐得住？焦急地看着苏妍。苏妍对上我的视线，有些心虚，诺诺道：那是我的孩子，我想留下。婆婆闻言偷偷松了口气，悄悄打量我的神色。我差点气笑。我不让你去照顾他，你非要去，还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我冷漠。现在你就是这么照顾的，把人照顾怀孕了。苏妍低着头不说话。我讽刺道：怎么这个时候不担心你前女友的身体了？她那情况能生？苏妍眼眶通红，抬头看着我反驳道：她不像你，只想着自己那么自私。小玉说了，就算是拼死也要为我生下这个孩子。说到后面，苏妍感动的声音都有些哽咽。婆婆见状有些急了，忍不住开口劝道：小慧呀，你看，反正你暂时也不想生孩子，孙寒玉生下后也没精力养的，就当做你和小妍的孩子不好吗？他那身体，说句不好听的，孩子还没长大可能就不在了，不会影响你和孩子感情的。首先，苏妍这是出轨，是十分不道德的行为。其次，我自己又不是不能生，我为什么要养别人的孩子？我刚说完，苏妍突然吼道：可你不愿意，你不想给我生孩子，你怕影响你的事业。可小玉她却是拼了一条命也要为我生下孩子。你在感动些什么？得了绝症就可以随便破坏别人的家庭，就不是道德败坏的第三者了吗？绝症是什么挡箭牌吗？苏妍完全不理会我的话，明明是犯错者，却理直气壮地大喊道：你自己不愿意生，还不许别人生，你是要我们苏家绝后吗？我当初怎么会看上你这样一个唯利是图的女人？说完径直冲出了家门。一向和稀泥的婆婆这次也没开口，失望地看了我一眼，默默转身回到她的房间，关上房门，表达了她的态度。我独自坐在餐厅内，看着这套我买的房子，这次是真的气笑了。我可真是太惯着她了，是我不想要孩子吗？我若是退下来生孩子，她和她妈喝西北风去吗？忘了是谁赚钱供他和他妈住在市中心的大房子里，什么都不用愁，只管吃香喝辣，竟然理直气壮地叫我接受他和别的女人的孩子，简直离谱。不会以为我非他不可，离不开他吧？回想过去这些年，为了维护他那该死的男人自尊心，我小心翼翼地掩盖自己的成功，背地里默默帮助他，让他认为自己是个有态度的艺术家。结果呢，他吃我的，用我的劲扬言自己是金钱为粪土。我为了生活拼命奔波，他瞧不起我这样的俗人，说我变了。我倒是想说他是真的变了。我记忆中的苏妍是那个和我挤在地下室，只有一碗泡面，却连汤都舍不得喝一口的男人。是我搞丢了项目，被骂得狗血淋头时，心疼地抱着我红着眼眶，自责自己没能力让我过上好日子的苏妍。所以他从什么时候变的呢？好像就是我的事业渐渐有了起色，而他却在职场中屡屡碰壁开始。从那时起，我们之间就已经渐行渐远了。我心灰意冷，
苏妍犯了不可饶恕的原则性错误。我将自己的东西简单收拾一下，暂时搬到另一处早年购置的小房子内后，便先去上班了。领导见到我，将我叫到一旁，恨铁不成钢地道：“你怎么来上班了？不会这样还舍不得离婚吧？”“没有，怎么会？我还没有那么大的度量。”领导这才满意地点点头道：“好了，你个工作狂，这几天给你放假，处理好了再来公司。”我摇了摇头，拒绝了。这点小事不至于影响工作，而且我已经委托律师帮我拟定离婚协议书，并将财产做了分割。该是我的，我一分都不会留给他，休想拿我的钱去养别的女人、别人的孩子。还有那套房子，我也准备找个中介挂出去，尽快处理掉。这一周我一次都没回去。苏妍和她妈妈现在苏家有后的喜悦中，谁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周末，我将准备好的离婚协议快递给苏妍。离婚协议已经寄出，注意查收。还有那套房子我已经托了中介在出售，请你和你妈尽快搬出去。收到我的消息，沉寂了一周的苏妍迅速回了电话过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指责。于慧，我只是想有个自己的孩子，你一定要这样逼我吗？不要避重就轻，是你婚内出轨在先。我不同意。房子属于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你不可以未经我的准许私自卖掉。你不同意，那就法庭见吧。说完，我便挂断了电话。这个时候他倒是不是金钱为粪土了。第二日，收到文件的苏妍终于急了。我下班后走出公司的大门，就看到苏妍靠在那辆我给她买的奔驰车身旁。小慧，我们谈谈。我想了想，是要把话说清楚些比较好，于是上了车。苏妍开着车，一路沉默，一直到一家我们两个人都非常熟悉的中餐门前停下。我看着那熟悉的牌匾，想到当初苏妍发了第一笔工资。我们俩惴惴不安地走进这家看起来很高档的餐厅，我小心翼翼地翻看菜牌，苏妍笑着对我说：“没关系，敞开了吃。”我却被菜牌上的价格惊住，只点了一道青菜和一份38元的蛋炒饭。苏妍执意又加了一道肉菜，我们俩一块分吃了那份炒饭。从那以后许多年里，那都是我记忆中吃过最好吃的蛋炒饭。后来我们条件慢慢好起来，这家餐厅变成了我们早几年经常光顾的地方。从回忆中抽离，苏妍见我发呆，轻声开口道：“很久没来了，去试试味道有没有变。”我忽视苏妍语气里那虚假的温柔，下车走进餐厅。这家记忆中的高档餐厅，如今看来已经有些破旧。餐厅内的客人不多，员工懒散地坐在吧台边偷懒。记忆中那个每次都会在我点餐后露出2个梨窝，笑着问我再加一份蛋炒饭的娃娃脸服务生早已离职。苏妍照例点了几道我爱吃的菜和一份蛋炒饭，她倒是沉得住气，等菜的过程里什么都没说，只是笑着和我说一些过去的往事。我看着坐在对面的苏妍，有些恍惚，明明还是那张脸，可我却觉得十分陌生。来啦，你最爱的蛋炒饭，很久没吃了吧？快尝尝。苏妍的声音传来。我低头看向面前那份明显火候有些过了的蛋炒饭，拿起勺子吃了一口，微糊的鸡蛋碎混着裹满油的米粒，过分油腻的口感让我觉得无法下咽。放下勺子，我压下心中的烦躁，开口道：“我不饿，你有什么话说吧。”苏妍叹了口气，脸上是后悔的神色，轻声道：“对不起，小慧。我知道错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明明我心里爱的是你。”苏妍低下头，轻嘲道：“你那么优秀，那么成功，你走得越来越高，离我也越来越远。我只是你身后一个没用的软饭男，你现在根本不需要我，也很久没有依赖过我了。我在你面前越来越自卑，可小玉不一样，我做什么她都满眼崇拜地看着我，她依赖我也更需要我，她那么像当初的你，温柔坚韧。最开始我真的只是同情他，后来对不起，是我鬼迷心窍了。小慧，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苏妍期待地等着我的回答。我面无表情，心中悲凉。我的努力拼搏，在他那里都成了他出轨的诱因。这个我爱过多年的男人，哪怕是认错，都在推卸责任。我看着苏妍，分辨不出，
也不想去分辨此刻他脸上的后悔有几分出自真心，只是好奇地问道：他肚子里的孩子，你准备怎么办？苏妍有些尴尬，不好意思道：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再和孙寒玉联系，他能活多久都和我没关系。孩子生下后，我妈就带回乡下去，绝对不会来打扰我们。以后你想生我们就生，不想生我就陪着你，还像从前一样，就我们俩好好过日子好吗？前几日还在控诉我冷漠的男人，此刻云淡风轻地说着，那个怀着他孩子的女人的死活与他无关。所以这样冷血自私的人，又怎么可能是真的悔过了？不过是舍不得富贵日子，舍不得我这个赚钱机器罢了。我扯了扯嘴角，只道让我考虑考虑。苏妍听到我说考虑，顿时笑了。他认为考虑就说明我还舍不得他，那么他就会有很大的把握。没关系，你好好考虑，我等你。疲于应付苏妍，我勉强笑了一下，拒绝他送我的请求，一个人回了自己的小房子。那日后，苏妍突然殷勤起来，每日订了鲜花送来，每日雷打不动的接送，下雨送伞，加班送粥，好像回到我们热恋那时候。可他不知道，我走之前在家里装了监控，位置很隐蔽。我清楚地看到，我搬走后只1周，孙寒玉就搬了进去。他们一家3口，哦不，现在是4口，时常同进同出，住着我的房子，花着我的钱，幸福极了。苏妍日日对我关怀备至，拖着不想我提离婚，却从没提过叫我回去，吃定了我的性子骄傲，没彻底原谅他前，绝对不会回去。想什么呢？我回过神，领导靠坐在我的桌边，担忧地看着我道：这点糖衣炮弹不至于动摇你吧？我笑了笑，当然不会。那你怎么还拖着不离？我笑了笑道：我给过他好聚好散的机会了，可惜我给过苏妍好聚好散的机会，可惜他没有珍惜，把我当傻子，既要还要。领导看着我的表情，拍了拍我道：你心里有数就好，我这里有个东西你应该挺感兴趣的。领导递给我一个 U 盘。1个月后，苏妍突然冲到我的住处，我将砰砰敲门的苏妍放进来。你是不是忘了告诉中介不卖家里房子了？我在监控里看到中介上门，也看到孙寒玉吓得惊慌失措，哭哭啼啼地找苏妍哭诉。知道苏妍会来找我，我喝了口水，淡定道：没有忘，我只是没考虑好要不要卖。你要考虑到什么时候？我淡淡看了苏妍一眼，许是察觉到自己语气不好，苏妍调整了下情绪，轻声祈求道：小慧，你对我还有感情的，对不对？你住在这不就是舍不得我们之间的过去？中介那里要不你说一下。妈年纪大了，他们突然上门，把妈吓得够呛。我心中好笑，孙寒玉什么时候成他妈了？我看着孙妍突然道：那不然我回去一趟，顺便和中介说声。孙妍神色顿时慌乱起来，磕磕绊绊道：你要回去？现在吗？则无趣。我当着苏妍的面拨通中介的电话。苏妍松了口气，象征性地安抚我几句，让我先在这安心地住着，说等他准备好后风风光地迎接我回去。估计是想拖到孙寒玉将孩子生下来。这边苏妍忙着安抚我，另一边的孙寒玉经历了中介上门后产生了危机感。苏妍从我这里离开时，孙寒玉的直播卖惨已经结束。我从领导发来的录屏视频中看完了全过程。他倒是有点小聪明，打着拒绝雌竞的名头，以一个绝症患者的身份在网上控诉我。先是道歉说自己无亲无友，在得知得了绝症的当天，恰巧遇到了前男友，慌乱之下请求他帮了个忙。事后得知前男友如今已经结婚，十分后悔，并向前男友夫妻表达过歉意。可他没想到，前男友的妻子得知他们曾经的关系后，把他当成了假想敌，时常电话辱骂骚扰他，对他进行精神折磨。直播中，他还像模像样地拿出一段录音，里面是我的声音合成的一段辱骂人的音频，内容不堪入目，骂得很脏，成功挑起了一部分无脑网友的愤怒。直播的后半段，孙寒玉戴着口罩，但还是掩盖不住的苍白病弱，一副体力不支的样子，但还是坚持再次向我道歉，说他当时太害怕了，欠缺考虑，不该向前男友求助的，还笑着自我调侃说：
合格的前任就该像死了一样，我现在马上都要死了，真的不会和他抢什么，请于小姐放心，也请于小姐不要再打扰他的生活了，他只想安静地度过接下来为数不多的日子。直播到这里结束，评论区已经有一部分义愤填膺的网友开始扒我的身份，但只是一小部分，多数网友保持冷静观望的态度。未知全貌，不予评论博主到底得了什么病，怎么模棱两可的。还有很小一部分网友调侃道，不会是剧本引流准备带货吧？我懂你博主，因为我也是绿茶。许是现在的网友被骗怕了，孙涵玉直播的热度虽高，但舆论却没向他希望的方向发展。于是没过几日，又有人匿名发了一张孙涵玉素颜去医院当日的背影照。匿名者表示，他去医院体检时意外拍的照片，感觉里面的人很像最近网上很火的绝症前任。一部分网友闻风而来，看这样子，两人一直保持安全距离，应该确实没什么事。拜托，光天化日的，有事也不可能明目张胆的吧？网友吵得不可开交时，一小部分靠网络吃饭的人，已经通过图片信息等扒出了我的身份、住址甚至公司地址。先前的住址安保严格，闲杂人进不去，新的住址目前只有我领导和苏妍知道。于是，一部分人跑到了我公司楼下，蹲点等着堵我。有想帮孙涵玉出气的极端分子，也有想要从我这得到什么新消息博取流量的博主。总之，确实对我的生活造成了影响。领导发来消息，强制我休假，叫我最好出去散散心，公司那边不用担心。于是，借此机会，我准备出去度个假。我有好几年不曾好好休息过了。一来最近有些不想应付苏妍，二来先让苏涵玉得意一阵。我将手机关机，新的号码只发给了领导。坐上飞机，一个人背着包，玩遍了大半个国家，将从前想去一直没时间去的地方一一走遍。1个半月后，我玩够回来，刚一落地打开手机，就收到了孙涵玉的消息。我勾了勾嘴角，终于坐不住了，也该会会他了。我和孙涵玉约在了一个环境僻静的餐厅。我不在的这1个多月，网友们迟迟不见我出来回应，许多人默认我是心虚，风向渐渐倒向孙涵玉。许是尝到了甜头，孙涵玉借机营造出一个被病痛折磨，却依然每天充满希望、努力生活的坚韧人设，已经有了一批数量不小的粉丝。前来见面时，孙涵玉做了全副武装，面对我态度嚣张，语气轻蔑。还以为你要一直做缩头乌龟，我无视他的挑衅，自顾喝了口茶，在孙涵玉悄悄打量我时，开口问道：把自己架得这么高，后面一直没死，甚至没得绝症，你要怎么收场？孙涵玉有一瞬间的心虚，但谨慎的没回应我的话，翻了个白眼道：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听说你很久没上班了，不会被开了吧？不劳费心，直说你的目的吧。孙涵玉从包里拿出一个文件夹递给我，想必你也不想再被网暴下去影响工作了吧？我接过文件打开看了看，是一份离婚协议书，上面苏妍已经签过字了。我不知道他怎么说服苏妍的，直到我看到协议上的财产分割部分。许是怕我录音，孙涵玉很谨慎，没说什么不利于他自己人设的话，除了对我的态度不太好，这也符合他备受我的骚扰辱骂的人设反应。孙涵玉扔下文件便趾高气扬地离开了，似乎笃定了我会妥协。毕竟我若想回归正常人的生活，就要低头请他高抬贵手，不要再引导网友深挖我的个人信息，网暴我。就在前来赴宴的路上，我还接到了许久不联系的母亲打来的电话，说我的事情已经影响到了我那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在学校的日常生活，并请我安分些，不要再作妖了。他说他作为我的母亲觉得很丢人。我低头看向苏妍的签名处，自嘲一笑。那个说要代替我的家人爱我，那个前一段还说着要挽回我们婚姻的人，如今躲在其他女人的身后，默认其借助网络的力量逼迫我，谋夺我的财产，真是让人恶心。回去后，我在孙涵玉直播的平台注册了一个账号，将领导给我的 U 盘内容发了上去，没经过任何剪辑，顺手自己冲了2000块的热度。
很快，带着绝症前任话题的视频被人注意到，顶上了热搜，越来越多的人闻风而来。视频开始是一个人在偷拍一个女人的背影，背景是一家医院内，视频中的女人鬼鬼祟祟地打开一扇写着“禁止入内员工通道”的门，偷拍者悄悄跟上去，隔着门缝拍到一个女人和一个穿着白大褂医生的全部对话。你怎么还怀孕了？哪有绝症晚期患者生孩子的？你怕什么？据我观察，他老婆多半是不能生，只要我这孩子生下来，他们娘俩还不敢激死我。可你要进医院生孩子，他们就会发现你的绝症诊断是假的。那又如何？到时候只要我威胁不让他们见孩子，还怕他们会去追究。一阵沉默后，你要保证无论如何别把我牵扯出来，我不想丢掉工作。哎呀，放心好了，等我嫁进去，少不了你的好处。视频到这里结束，没录清医生的脸，但苏寒玉那张脸直面着镜头，拍得清清楚楚。虽然我简单为他的眼睛打了马赛克，但眼尖的网友还是从脸型、身材、穿的衣服等认出来，这就是那个最近很火的正能量博主。视频中的对话发生在孙寒玉直播前，那个帮他作假的医生要被他这段时间的大胆作死行为吓得夜不能寐了。骗一个蠢男人和骗一群网友那可不一样。想必最开始孙寒玉只是想逼我一把，可直播后带来的名利钱财让他蒙蔽了双眼，甚至没为自己留条后路。他将热度炒得多高，现在真相暴露，被欺骗的网友们的反击只会更加凶猛。愤怒的网友将孙寒玉的个人信息扒了个底朝天，关于他离过4次婚、出过2次轨和造假医生的不正当关系，以及他现在的住址竟然就是我这个现任倒霉妻子的家中。被愚弄的网友们将孙寒玉的所有个人信息发到网上，各种恐怖快递寄送到孙寒玉手上，以及孙寒玉苏妍和他母亲的电话，无数人打过去热情问候。视频发出2日后，苏妍敲响了我的家门。我知道他会来找我，打开房门，苏妍进来的第一时间抱着我大腿跪了下去。阿慧，我错了，孙寒玉做的事我真的不知情，否则我不会看着他冤枉你的。你原谅我吧，老婆，我向你保证，我再也不会受他蒙骗了，我马上就把他赶走，他肚子里的孩子我不会让他生下来的。妈也说了，他这样恶毒的人不配生下我们苏家的孩子。我看着跪在我面前的苏妍，心里一阵恶寒。我想过他来找我为孙寒玉求情，或者求让我撤掉视频，但我没料到他第一句话就将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甚至怕自己被牵连要打掉自己的孩子。这不是你们共同商量好的对策？那离婚协议难道是他拿刀逼着你签的？苏妍闻言一愣，而后狡辩道：不是的，我喝多了，是他哄骗着我签的，我也很后悔啊。还好老婆你没签。我将苏妍推开，退后一步拉开距离，看着他认真道：我没签是因为财产分割不合理，我这里重新准备了一份。苏妍对上我的目光，眼中的温度一寸寸冷了下去。毕竟在一起这么多年，彼此十分了解，他清楚地认识到我是认真的，并且没有转圜的余地。苏妍冷笑一声，站起身，恼羞成怒道：这么多年的感情，说放弃就能放弃，我真是小瞧你了。像你这样冷漠无趣的女人，除了我谁还会要你？我肯来求你已经是给你面子了，你不会以为我离不开你吧？既然你不识抬举，以后你可别后悔。瞧瞧，多可笑啊，什么都没有，软饭硬吃，只会守着可笑的自尊，无能狂怒。说完了滚。苏妍摔门而去。他要是能立起来，走出去工作，自己养母亲孩子，我还能高看他一眼，算他是个男人。可惜了，他不同意离婚协议上的财产分割，拖着没有签离婚协议。我告诉他，如果不同意，那就法院见，我手里有足够充足的他出轨证据。为了让他痛快签字，我想了想，找到他许久不开张的店铺，用一个十分离谱的高价拍下了他的一幅画作。果然第2日，苏妍打来电话：离婚是吧？我同意，就你那点破财产，说实话我真看不上，这么多年被你克着，我的才华一直得不到施展，
刚一离开你，我的光芒就掩盖不住了。我告诉你，等我功成名就时，有你后悔的。就连最近被骂的不敢随便出门的孙涵玉，都忍不住用一个新的号码特地打来电话道：我承认我确实小瞧你了，不过就算你留了一手又怎么样呢？我的最初目的就只是找个条件好的人养我罢了，你还不知道吧？你老公，哦，不马上就是我老公了呢？他呀，本来是有赚钱养家能力的，只是和你在一块的时候他不愿意罢了。我忍住笑，没有反驳他们，任由他们做着美梦，直到苏妍在净身出户的离婚协议书上签下字。我马不停蹄地将还没到货的话申请了退款退货，还好我当时填写的地址够远。退款到账后，苏妍又沉不住气地打来了电话。我看她像条狗一样被我来回溜着，觉得有趣极了。电话接起来，苏妍的吼声便迫不及待挤了进来。宁慧，是你干的吧？真没想到，你居然用这么恶毒的下作手段。我打断苏妍的嘶吼。不好意思，你对自己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就你画那破烂东西，我送公司员工都没人要，你还觉得天上会掉馅饼砸中你？你别太好笑了。苏妍气急败坏，狠狠道：先前的那些画也是你买的，您会耍我是不是特别好玩？看吧，养不熟的白眼狼根本不会感激你的付出，只会觉得自己男人的尊严被伤害了。好玩呀，不过这还不是最好玩的，马上还有更好玩的，你做好准备吧。说完我挂断了电话，将这段时间总结的苏妍出轨的证据，以及我在家中安放的监控拍到的记录，还有孙涵玉伙同医院在职医生造假，引导舆论诬陷、网暴我、谋夺我财产的证据一起提交给法院。算了算时间，截止到我俩离婚前，苏妍和孙涵玉在我的房子内已经同居了3个月，刚好够判重婚罪了呢。不枉我忍着恶心装作不知道，让他们住在我的房子里。由于我的证据提供的十分清晰有力，没有什么可辩驳的空间，法院的判决书下来的也很快。从得知我告他的那刻起，苏妍就怂了，想方设法的找我，可惜我已经不在那住了，电话也换了新的号码，根本不接受调解。苏妍最终被判了1年半的有期徒刑，孙涵玉被要求赔偿我的精神损失，直播那阶段赚到的钱都赔给了我。苏妍被带走前，我那久未露面的婆婆扯着苏妍的耳朵找来我的公司，拉着苏妍在公司门前跪了一整日，想见我一面。老太太企图用这样的方式道德绑架我，可惜了，我面对他们早就没有道德了，根本绑架不到我。况且公司上下都已经了解了我的悲惨经历，苏妍和他妈跪在我公司门口，被公司内的员工们砸了一身的剩菜烂鸡蛋。听我的助理说，领导夹在人群中悄悄扔了几块花盆里的大号鹅卵石，砸得苏妍头破血流，娘俩灰溜溜地逃走了。听说苏妍进去后，帮孙涵玉造假的医生被吊销了从业资格证，开除了。几个月后，苏母在出租屋的门外听到一阵婴儿的哭声。孙涵玉将孩子扔给苏母后，准备跑到没人认识他的地方重新生活，却被失业后妻离子散的医生堵住，愤怒之下一刀捅进了苏涵玉的腹中。苏母有了孙子后，找了一份临时清洁工的工作，调休时还兼职保洁阿姨。毕竟她不但要抚养孙子，以后她那废物儿子出来也要靠她养呢。不过这都是后话，我将苏妍送进去后，向公司申请了外调。出去游玩时，我看中了一座北方小城，恰好那边分公司刚刚成立，是个机会。离开前，领导为我饯行，我俩坐在36层的高空餐厅内，俯瞰整座城市的夜景，轻碰酒杯。领导笑道：你这不声不响地将人送了进去，害我白白为你担心了这么久，还以为你舍不得下手，我无奈地摊手。怎么会？忘了我当初是怎么爬上来的了。领导似是想到当初的事情，开怀大笑起来。是啊，我最是欣赏你身上的这股劲，当初那姓王的把你欺压成那个样子，你愣是一声不吭地坚持了近2年，我还以为你是个没脾气的包子，结果突然就出手反击，将他踢出了公司。我笑着摇了摇头，
当初我没身份没背景的，在职场中最先学会的就是隐忍。别说我了，说说你吧。那个秦医生没想过给个名分。领导抬手饮尽杯中的红酒，一丝薄醉爬上脸颊，微卷的长发妖娆地垂在腰间，眼波流转间尽是风情。看向我时满不在意地挥了挥手道：“都是姐的过客。”说着伸手捏起我的脸颊，调侃道：“好了，你别这么严肃嘛，明明长得像太阳花一样明媚，老是板着张脸，来笑一个，哈哈哈哈！我可警告你呀，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啊，玩玩可以，可别轻易付出真心了呀。”我摇头失笑，我用了近10年的时间做了一道错题。好在我没有完全失去自我，没有放弃自己追求的事业，也因为繁忙一直没要孩子。感情一事，未来就顺其自然吧。不过心态上，我倒是要和领导多学习学习。全剧终。